今天村里面的池塘把水全部放干了，开始插秧了嘛，我就去搞了一点这种小小的餐子鱼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怎样煎鱼不粘锅还不破皮。这里额外的还抓到几个巨鱼，这个巨鱼的话留到我晚上来吃。这种小的餐子鱼的话，吃是好吃，其实就是打整比较麻烦。鱼鳞挂好，然后从这里给它破开，把内脏这样子弄掉就可以了。等一会儿再来统一的清洗，打整干净过后来清洗一下。这个鱼就是太难打整了，所以别人都不要。第一个懒得打整，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吃起来刺很多，基本上没什么人吃。想要煎鱼不粘锅的话，只需要掌握简单的2个步骤。第一个，准备一块干净的毛巾，把鱼给它擦一下，主要是把表皮的水分擦干，蒸子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啊。这点鱼呢不多不少，刚刚炒一份了。想要煎鱼不粘锅不破皮的第2个要点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锅儿给它治好，也是我们铁锅平时保养的一个小诀窍，大家一定要学会。锅内来上一点92号的植物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锅里面的油已经开始冒烟了。现在继续用大火烧，然后把锅拿起来这样子晃动，整个过程大约再持续1分钟的时间。现在关火，让这个油冷却，或者是把这个油倒出来换新的油。现在开小火下入这个餐子鱼，因为这个鱼肚子里面有水嘛，所以要爆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很轻松的就能把这个锅晃动起来，就证明它下面一点都没有粘锅。这样子晃动的话，主要是受热均匀。鱼一面煎好过后，给它翻上一面。看到没有，漂不漂亮？你们说，翻锅的这个姿势也帅，是不是一点没有粘锅并且破皮嘛？这个煎鱼大家都学会没有？学会的打一个学会在评论。现在另起锅来一点油，下姜葱蒜末，干的青花椒，四川豆瓣儿。餐子鱼先煎后炖，吃起来才香，直接软炖的话没那么香。全部炒出香味和颜色，加水。这个味型就是川菜中最常见的川味加香味。调一点胡椒粉、糖、谷氨酸钠、生抽酱油，下入煎好的这个餐子鱼，转中小火给它炖6分钟的时间，把餐子鱼炖入味。鱼烧得差不多了，用水淀粉给它挂上一个薄芡，淋上2滴明油。大火把芡汁收紧过后，就可以关火出锅。倒不用去哈它，撒上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红烧餐子鱼就做好了，做法也是中规中矩的川味家常做法。还有怎样煎鱼不粘锅不破皮，不晓得大家都学会没有？喜欢的朋友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3个。最后让我先帮你们赏一下。这个真的不用想，你就知道这个绝对是巴适的，绝对是好吃的。因为我们煎的比较老辣，所以说这个刺都不用吐了，只用吐肚皮上面大刺，背上面虽然很多小刺，但是不用吐也没关系。因为煎的比较老嘛。肚皮上面的刺都可以不吐了。一条鱼就这样干得干干净净的。他们那些人还不要这种小餐子，每年那个宴堂里面放水，最多的就是贝鲢鱼，大家都比较受欢迎的。然后这种小餐子啊，还有一种很小的巨鱼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人要。幸好我今天还去挑到3个大的巨鱼。插秧喽！再过4个月的话，又要打谷子喽，靠谱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江西的炒米粉，过年的时候跟丈母娘学的。这个是江西宜春那边的那种土渣粉，叫土渣粉，也是从江西带过来的哈。
先加入清水给它泡几个小时，现在泡起晚上吃刚刚好。中午泡的这个粉儿已经差不多了，今天晚上吃的话就将将好。现在来准备一点点猪肉，不需要太多，但是这东西得有。这个肉的话，我们先切一下，再把它剁碎。选择梅花肉或者是牛肉来炒都可以。这个炒江西米粉，我们老本真的是超级的喜欢吃。我们的这个肉末就不需要剁得太细。再来准备上一点姜葱蒜，把它切成壳块。再准备一点青红椒，给它切成壳块。再来上一根蒜苗，脑壳轻轻的配一下，切成短节子。炒米粉这个青菜是必备的，刮几片叶子下来，从中间一分为二。我们就准备了这些东西啊，马上就炒起了。烛光照亮了晚餐，找不出个答案。恋爱不是简单的请客吃饭，窗帘上布满花瓣，拥抱让它成长。95号的菜籽油来一点，在江西那边的话，一般都是用的茶籽油，好几十块钱一斤，贵得很喽。先把锅儿支一下，防止炒肉末的时候粘锅。把锅支好过后，下入这个肉末，先把它炒散。肉末炒散，来上一点老抽，下姜葱蒜壳块，炒香下青红辣椒。吃的比较辣的朋友，这个时候还可以放上一点干的辣椒粉。烹少许料酒，下入提前泡好的米粉。米粉我们就是让它带着一点水，这样子才能够把米粉炒熟。再来一点酱油，给米粉上色。有一点点粘锅了哈。颜色的深浅的话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。有没有想吃的朋友，点个赞，我们一起吃。非常好吃的江西炒米粉就做好了。真子炒出的米粉爽滑，吃起来带着一点微微的辣，但是呢特别的香，可以直接当饭吃，也可以用来当菜吃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3个。开吃了。等一下我先尝一点，打包给老板送去。等着吃噻。现在还早，才5点钟，送过去他肯定还没吃晚饭，就是这个。夹杂着肉末的香味，唯一的缺陷就是我觉得有点辣，因为我放这个红色辣椒是小美辣，对于老板来说的话就将将好，可能真的是好吃啊，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米粉本来好吃的原因，我感觉比买的那种直直的那种，比那种米线儿那种炒出来好吃多了。大家觉得我这道江西菜学的怎么样？有没有学到家？